这里是金泽，距离东京约300公里，是日本石川县的首府。它位于日本的北陆地区，靠近日本海的一侧，是在江户时代仅次于江户、大阪、京都的都市。这里是日本传统历史风貌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可能也是日本北陆中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文化融合最深的地区。这次旅行，我们要逛一逛从江户时代保存至今的东茶屋街，跟随当地老师体验日本茶道，游览日本3大名园之一的兼六园，然后回到现代，感受这座城市文化中的另一面。这儿进去就是东茶屋街了，它是金泽的标志性景点之一，在以前是艺伎文化的中心。能看到这里建筑的外墙大部分都是重龙设计，能够兼顾美观和采光，还能保证一定的私密性。Hello. Yeah. Are you Eden? Yeah. Eden and Eden. Yeah, Eden and Yang? Eden, Oh, yeah. it's me. It's the owner. So cozy, and so the owner love the mini frog, you know, frog population. It's so cute. Frog lover. Kanazawa shrines and get this card and so this thing. Ah. Yeah. Yeah. It's okay. Yeah. No. Yeah. It's I know. So for the first time, please break your legs. Yeah. So yeah, it's okay. We Japanese, yeah, like that and like that. Yeah, you know, like that. So in the back kitchen, but 日本茶道是一种融合了传统美学与礼仪的艺术形式。首先需要用茶巾擦拭茶具，确保茶具的清洁。So hold the one. 茶釜的水沸腾后，需要加入凉水，控制水温在80度左右。是的。Lower to Yes. 盛取2勺抹茶粉， 2 grams is the average. 加入半勺热水后，使用茶筅画圈搅拌混合。这里的技巧也能体现出茶道师的功底和造诣。It's up to the bowl shake. And so also yes. Half cup of it. Yes, half cup of it. And to the first you stir it. So remove the chunk and so beautiful from bowl. So. It's okay. It's okay. Yes. 可以了。 Wow, beautiful. Very beautiful. So can I take a picture? Yeah. Perfect. Yeah. So beautiful. So and Artist. Yeah. It's all about strength. Yes. 我们已经参加完那个茶艺的活动了，那茶道学到了很多关于茶道的讲究，还有一些金泽的传统对的建筑，还有一些习俗。我确实没有想到他们就是关这种茶道的讲究，每个月份都还是有区别的。就是他在喝茶的过程中，还要不断的调整给观众，不断调整茶杯的这个方向，对，以示对观众的这个对客人的尊尊重，对，就是这个仪式感实在是拉爆。像他刚才说的，这个茶屋有160年的历史了，是那个也是主人从他先辈那儿继承过来的。然后他们家的邻居是一个开寿司店的，也是他们家祖籍继承下来的。我感觉他们都是就这种
上百年的祖屋小店。金泽是日本降雨量最多的城市之一，冷空气经过日本海会带来大量的水汽，所以金泽的冬季湿雪非常常见，每天天气都在晴天、下雨、冰雹之间快速切换。你正好把我冰雹挡住了，我要怕冰雹往下掉，然后你站在这帮我把冰雹挡着，我说怎么都不掉雹子下来了呢？这个神架是防止大雪的，因为金泽的雨水多，雪也比较厚。2月份是最冷的时间，最冷的时间下雪可能有10到15厘米，所以家家户户、公园里头都会有这种防雪的神架。兼六园可以说是金泽最有名的景点，也是号称日本3大名园之一。我俩其实一直都很喜欢园林，所以肯定要过来看一看。我们现在到了兼六园啦，应该是要买票。我看一下，大人320，小人100，我是小人。桂子木。我觉得这个园儿真的很漂亮，就虽然现在叶子落掉了，因为我刚才看见它有桃花，有那个紫藤花，然后这边是那个枫叶，你看地上全都是那种红色的枫叶，所以它一年四季应该都会有自己的景儿。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特别的，而且它的水，它整个园里面是有这种水景的，就是这个是留下来，那边还有喷泉。然后整个园它是1873年对外开放的，然后它其实是17世纪的一个藩主的他的私人园林，所以它对外开放的时间也有接近快200年了。就整个的这个园景，我觉得它应该属于1级的。兼六园是一座典型的回游式庭院，绕园巡游有很多值得一看的细节景观。果然上当了！你们太可怕了，太幼稚了，不好吃。不好吃。一个人工湖，是个湖，对，很漂亮。然后这个是可以开关，一开，我一个翻滚就进湖了。然后还有2个地儿，一个是县立美术馆，另外一个是还有个什么来着？21世纪美术馆。我要去的是21世纪美术馆拍照嘛。县立美术馆就吃甜品。我们还吃中饭吗？不吃中饭了。肯定不吃，那还需要吃啊。需要吃啊。然后我要不停的吃，不停的吃，不停的吃。虽然不知为什么，但是还上个厕所失嗨。遛狗遛多了以后，你会染上它的毛病，甩水失嗨。拍下来。这棵树已经很古老了，这有个洞。这个洞简直就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的，它这个宽度刚好可以容纳我一个人爬进去。对，所以它大气的成分是在的，有足够的历史沉淀感。不是，它主要是它有一些大的树，就是一些古树什么那种大的景儿可以对上，它那些小院子没有空间。对，对我说来说，对，它有足够大的空间，它就有水古树。但同时它还很经济，对，所以就很好。对。
来金德前，我们看很多人提到金德县立美术馆的甜品非常有名，主厨是取得过国际大赛优胜的。美术馆的位置就在金乐园出口的马路对面，感兴趣的话过来一趟很方便。传说中的主厨，这一看就是强者的发型。这个甜品店它有一个透明的厨房，那我在旁边围观一下它的甜品是怎么做啊？蛋糕皮上面那一层要剔掉。啊，竟然扔掉！难道不是蛋糕上面那一层最好吃吗？非常的规整，很漂亮。然后上面仔细看啊，上面还有一滴这个露珠，其实应该是用糖做的，就超级精致。郭老师点的这2个，可能挺好吃的，但是这个卖相没有我这个这么精致。抹茶的卖相还是很黑森林有点黑乎乎的，口感超棒，入口即化。郭老师一人吃2份甜品，这个真的入口即化，来尝。主要是特别细腻。对。它这个其实还蛮适合，它这个咖啡是偏那个，就是奶少，然后咖啡味比较重的，就是相对比较偏苦的，然后它就配上这个甜品就不会觉得腻。好难吗？哎，拿一下 ，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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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哪个呀？那个呀？ OK， 好了。我们现在要去21世纪美术馆下面的一个 swimming pool， 一个假森，我说是真的。网红场景。每个人限时是5分钟。对。 但是他跟我们说是56分出来，我们49进去，给了我7分钟。这 Swimming Pool 是美术馆最网红的互动艺术作品，水层其实只有顶层的薄薄几厘米，但中空的结构会让人产生视觉错觉。作为创意作品，确实很惊艳，而且非常适合拍照。 但坦白来说，专程打卡好像没有太大必要。树脂里面的椅子，冻结了历史，想起了林俊杰的歌。冻结了世界，冻结初遇那一天。In 73, and reverted to Japan. 说实话，其实感觉美术馆的展品风格有些割裂，不过整体氛围还是不错的，值得过来看看。有人进这个咖啡厅买杯咖啡。我们坐在这里了，因为我们坐在里面，很多人会关注这个店。刚才店都是空的，现在每经过的人都要看一眼。 不，我觉得这家店里大家的人气。啊，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家那个灯，那个灯在外面看也挺有特色的。我们点了一份传统土耳其咖啡，它的制作过程很特别。 咖啡豆磨成细粉后，和水一起加入长柄黄铜壶，在热砂盘里缓慢地移动加热。内部的咖啡沸腾后需要倒出一部分，然后重复3次就能得到一杯土耳其咖啡。因为完全不经过萃取，咖啡表面会有一层焦糖色的泡沫，
咖啡里还有一些微小的沉淀物，需要静置之后品尝。你先吃一口冰淇淋，仙草冰淇淋。在杭州仙草冰淇淋的时候，喝一口冲柠蜜土耳其 traditional coffee。焦香味里面带点奶味，你这是一杯拿铁。是。虽然这次来的时间不长，但我们真的非常喜欢金泽，可能是因为它很符合我们心目中一个具备历史底蕴的小城在现代该有的样子。它有古城的气质，但不像京都那样人满为患，同时又具备足够便利和多样的城市基建以及商业。这有热闹的海鲜杂货市场，有高性价比的日式美食，也有遍布城市的咖啡厅和各种现代艺术。不管是历史爱好者，还是喜欢慢节奏，亦或是希望体验日本当地生活的游客，都能在这儿找到独属于你自己的旅行乐趣。这个倒是挺好，为什么？前面那对情侣，你看我这个颜色搭配很不错，有点多余了。你什么时候知道？怎么回事？